当地时间7月29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了电话。那对于这通电话，布林肯表示说，通话是坦率直接。美国政府官员也说，两人通话时没有辩论，公事公办。而俄罗斯外交部则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俄美关系迫切需要正常化。怎么来看对于这通电话，俄美双方各自不同的表态或者是评价呢？现在通过代理人打热战，双方呢都想按照自己的这个节奏去打下去，但前提呢是战争不要失控。所以俄美两国呢这一次的这个通话呢有着不同的期望值。美国看重的是换球，而俄罗斯呢看重的是对制裁的这个松绑。所以两国外长呢借着这个换球的这个话题呢进行通话。乌克兰这个问题呢它是回避不了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一次通话它就是一次新的摸底，是各自对乌克兰的这个危机的立场、决心和意志的一次再确认。那万先生，您觉得美俄在换球上达成共识的这个可能性有多大呢？我个人觉得目前的这个交换条件呢，更多还是美国单方面的提出的。那么从目前这个俄方的表态来看，实际上我们很难说在西方这种舆论的这种压力之下，俄罗斯就选择完全接受美方开出的这个条件。实际上俄方也是在开出自己的这个条件呢。我觉得可能更多的还需要关注这个背后的问题，不仅仅是这个换球本身的这个博弈而是要关注这个俄美借助这种接触的方式来恢复两国之间的这种沟通渠道。那么甚至是不排除为俄美领导人接下来的这个直接会谈来做一些铺垫。而且外界观察到，似乎美国在这件事儿上表现得更为积极主动一些。周先生，您有什么样的观察？美国急，但俄罗斯不急。然后美国急于把这个事儿捅到媒体上去，想给俄罗斯施加舆论的压力。大家都知道，中期选举马上就要来了。一方面，美国他不希望看到乌克兰局势急转直下，是吧？这个是对于拜登政府来讲无法承受的，所以要不断的卖武器给乌克兰续命。另一方面，要把美国公民呢带回家，是美国外交的一次胜利，那么对争取呢你的选票是非常有好处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的压力要比俄罗斯大。好，我们再来看俄罗斯从美媒爆出这个换球的消息之后呢，一直到美俄外长通话来讨论这件事情，那俄罗斯方面呢都是比较低调的处理这件事，而且呢，拉夫罗夫也表示说，希望布林肯国务卿能够以安静外交的方式来恢复专业的对话，不要散播那些猜测性的消息。那万先生怎么来解读拉夫罗夫的这一番表态？就首先我们需要清楚这个什么是这个安静外交。那么我个人理解就是俄美双方不打嘴炮，不在媒体上这个舆论造势，那么同时双方关起门来谈，包括可能这种交易我觉得这实际上是传递出了这个俄美关系深度的这个危机背景下，俄方更加倾向于寻求与美方更加务实而且是有具体成果的这种对话的这种方式。那么同时对俄方而言，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对美国释放和解信号的一种表达吧。那么第二个因素，我觉得可以理解为俄方再次捕捉到了拜登这种和解信号的一个最新的一个延续为什么是最新呢？实际上就是早在这个5月31日的这个拜登在《纽约时报》发文就阐述了对俄罗斯的这个三不主张不寻求普京下台，不逼这个乌克兰让步，不直接卷入这个俄乌冲突。这个实际上是被俄罗斯的媒体解读为俄乌冲突以来美国对俄罗斯做出了最和解的这种姿态。所以说俄方它实际上也是清楚的，就是俄乌局势这种解决必须要再度的回归与美国打交道的这种轨道。所以说抓住这次机遇的话，就如何来撬动俄乌恢复谈判也是俄方的这个当务之急。7月29号，围绕3名囚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俄乌冲突爆发以后首次通了电话。美联社形容这是美俄间罕见的接触。在博弈如此激烈的时期，美国主动找上门，以手中囚禁的俄军火贩子为饵，大张旗鼓要换球。这笔交易的背后到底在打什么算盘？俄罗斯对换球未置可否，到底是如何考量的？一起来洞察关键。Earlier today, I spoke with Russian Foreign Minister Lavrov. We had a frank
and direct conversation. I pressed the Kremlin to accept the substantial proposal that we put forth on the release of Paul Whelan and Brittany Griner. 美方想要交换的囚犯有2个，分别是 WNBA 球星布里特尼·格林纳与前海军陆战队成员保罗·惠兰。前者因为涉嫌携带毒品在过境俄罗斯时被俄罗斯警方逮捕，判刑10年；后者则涉嫌在俄罗斯境内从事间谍活动，获刑16年。美国政府长期以来都声称这2人被错误拘留。格林纳曾参加2016年的里约奥运会和2020年的东京奥运会，帮助美国队拿下金牌，在美国国内有着不小的影响。曾有美媒披露，格林纳被捕后给拜登写过信，他在信中称想念家人，并恳请拜登尽所能将自己带回家。他还在信中写道：“2020年我第一次在总统选举中投了票，我把票投给了您，我相信您。获得自由后，我还能做出很多成就，您可以帮助我重获自由。”他还敦促总统先生不要忘记他。 So I can say that the president did read the letter. I was there when he read the letter. As you have heard us say before, he believes that any U.S. national that is held abroad or detained or held hostage abroad, we need to bring back safely, and we are going to use every tool that we possibly can to make that happen. Again, this is a priority. 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各部门之间关于换囚仪式已经进行过数月讨论，在布林肯和拜登本人的支持下，压倒了美国司法部的反对，通过了这项提议。布林肯对外透露，拜登已经直接参与并正式签署了这一换囚提议。据媒体透露，这一次拜登政府给出的交换对象是俄知名军火贩子维克托·布特。A criminal that was arrested a long time ago, and the Russians have been asking for his release for years, going all the way back to when I was ambassador. It sounds like they're putting that deal together. 维克托·布特拥有众多标签，比如全球最大的军火走私商，被联合国认定为仅次于本拉登的国际罪犯，英国前外交大臣彼得·海恩口中的死亡商人，好莱坞大片《战争之王》的原型之一。也有猜测称，曾在苏军多个部门供职的布特可能掌握着苏联解体后军控环节的一些秘密，对于他的审判可能会涉及苏军军火和情报方面的隐情。美国追究其贩卖军火的罪责，其实是想从他身上挖出交易背后的真相。不过他入狱多年，未曾向美国吐露相关讯息。曾参与今年4月美俄换囚工作的危机管理专家乔纳森·弗兰克斯表示，美国同意拿维克多·布特来交换，其实也是经过精打细算的。就以时间来看，美国打算换回的格林纳和惠兰在俄被判刑期都短于布特在美国未完的刑期。Mr. Boot has 5 to 6 more years on his sentence, and we would get significantly more off Paul Whelan's, and I imagine that Ms. Griner is going to be sentenced to a ridiculous prison term as well, so we'd get time off of hers and get the better end of that deal. 针对换囚一事，在7月29号布林肯和拉夫罗夫通话后，俄罗斯外交部发布了一份声明。声明表示，拉夫罗夫强烈建议布林肯用安静的外交模式恢复专业对话，来帮助美国在押人员被释放。其实此前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就已经表示，俄美没有就换囚达成协议，谈判正在进行，但尚未取得具体结果。有分析认为，此次换囚的背后涉及到诸多机密和政治利益的交换，更是影响着拜登乃至民主党在未来一个阶段内的选情。如果成功，则可以大力渲染这一行动中的人道主义元素，博取选民的欢心。考虑到在这件事情上，美国更多的是有求于俄方，倘若换囚一事得以确定，不排除俄方会抬高价码。路透社从一名知情人士处得知，俄罗斯希望在囚犯交换方案中纳入俄罗斯公民瓦迪姆·克拉西科夫。2021年12月15号，德国法院判处克拉西科夫终身监禁。他被控于2019年在德国柏林杀害格鲁吉亚公民、北高加索恐怖团伙前头目之一泽利姆汉·汉戈什维利。这个消息也被美国有线新闻电视网所证实。但因为克拉西科夫目前被关押在德国等原因，美方并未认真考虑俄方这个提案。实际上，今年4月27号，美国与俄罗斯就曾进行过一次交换囚犯的活动，由在俄罗斯关押2年多的前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特雷弗里德同在美被判刑20年的俄罗斯飞行员康斯坦丁·亚罗申科进行交换。
冷战期间，美苏是剑拔弩张的敌对关系，彼此间经常会有诸如间谍、飞行员、持不同政见者等不得不救的重要人物落在对方手里。因此，这种冷战式囚犯交换曾经频繁如家常便饭。也有美国官员指出，这种最低层面的交易对双边关系没有影响，也绝不会影响美国因乌克兰危机而对俄采取的任何措施和态度，不意味着更广泛对话，甚至不意味着更广泛对话的开始。